844951，各位美宅拥有者们和未来的美宅拥有者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看房工具人洋房姐姐。刚才那段跳皮筋口诀啊，可是我们80、90后的童年回忆了。跳皮筋儿可是姐姐小时候胡同里小女孩的社交神器，皮筋儿跳得好的，比如说姐姐，那可是胡同里的 C 位。今儿咱们看的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李氏胡同的一个四合院。说起来，她和姐姐还有些不解之缘，因为姐姐也是在这片长大的。对从小在胡同里生活的北京孩子来说，四合院就是最早关于家的认知。李氏胡同位于王府井附近东四片区，因为明清时期这里本来是驴骡市场，所以最开始叫驴市胡同。等到末代皇帝溥仪在位的时候，这儿早就不是市场了，人们才巧妙地用谐音改称为李氏胡同。人杰地灵的李氏胡同那可住过不少的高质量人类，是真的高质量。那放在现在，如果能在这儿有一套四合院，那是件相当有排面的事儿。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看房子是负责四合院改造的陈子强设计师。走，咱们一起去找他。子强你好。杨芳姐姐好。哎，你好。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这片长大的哦，所以来这儿呢跟回家一样。那我得考考您了，既然是李氏胡同长大的，您知道咱们李氏胡同历史上住过什么名人吗？那你可难不倒我。要说有名那就得数刘墉、刘罗锅。那清朝的时候，那汉官只能住城外，刘墉因为是皇上四弟，所以呢才能住在这片。虽然说刘墉不见得在这儿住过，但是我们的院子呢也有他别具一格的地方。来，咱里边请。我们这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一进小院子。是的。正房呢是在北房，传统的风水讲这种正坐院的风水好。其实按照现在的这种说法，第一点，北边的房采光好；第二呢，朝南开的房子呢比较避风。朝南的这个房子，它的使用率和它的居住的舒适性都是比较高的，长辈呢也都得住在这种朝南的房子里。对对对。这个四合院的彩绘其实涉及了清代2类的建筑彩画，一类呢叫玄字彩绘，一类叫苏式彩绘。我们这种民间的小院呢，一般都是用的是苏式彩绘，它的题材比较宽泛。比如说咱们这中堂这幅画2只鸟站在玉兰花上，这寓意着什么呢？金玉满堂。其实不光是彩绘，您看我们这些瓦也都是重新改造过的，因为老房子瓦呢年久失修很多瓦都已经酥了。哎，你一说酥，我想起来了这胡同里有一家卖桃酥的，特别好吃真香。扯远了。我看咱们这还有一棵枣树是吗？这棵树应该也有个100年的历史了。我知道这个枣的谐音是枣，有点这个早生贵子的意思，是吧？对，其实这也是咱们原来所说的谐音梗嘛。哎，对。其实早被老一辈都玩坏了已经。要是我就在这个院子里种满榆树，因为榆树有钱。那我给您提一建议您把这地全给刨了，干嘛？种点白薯、土豆。为啥呀？那个不能长出粉丝来吗？哇哦！哎，我一进门就被这个巨幅的山水画吸引了，整体的感觉还是很古朴典雅的。这个屋呢是咱们的中堂，传统的四合院对家居的风水是很有讲究。好的风水会有助于主人的事业的提升，所谓叫前有照后有靠。您可以想象一下主人坐在这个太师椅上，背后呢后有靠山，前面呢有高朋满座，你说他的事业能不更上一层楼吗？说了这么多我真是觉得这个屋里特别的暖和，因为我小时候四合院一到冬天特别冷，但是咱们这个屋就非常暖和，是装了地暖的。对，不光是装了地暖，您还可以看我们这边院子的门窗都是用的传统的这种花纹咱们叫步步锦。对，这种传统的门窗它在保温上又略显不足，所以我们在门窗上呢又做了一层断桥铝，整个院子的保温性还有它的视觉效果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就是四合院它翻新的重点之一，就是既要保持它整体的这种传统的风貌，还要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居住的属性。那我看到这儿有一个疑问，一般正房都是用来给主人居住的卧室，那我们这现在改成一个客厅，那我们主人住哪儿这个我给您卖个关子，来，您跟我来。这是主卧了吧？北京有句老话叫有钱不住东南房，南房和东房的采光是最差的，只有北房和西房是适宜居住。所以说我们把主卧就放在了这个
西厢房。我看这还有一个屏风，它是把整个主卧分成了2个区域，好像。这个卧室呢是一个由2间房组成的，它的梁呢也就放在了这个房间正中间的位置了。假设我们把它整个作为一个卧室呢，床必然就放在梁下。居住者呢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压迫感，很多传统的院子呀，一开门就进了卧室了，在主卧里的人呢，他就会比较尴尬。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中间一个隔断呢，把卧室呢做成了一个起居室和一个卧室。这里啊，我还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四合院里的这个1间、2间、3间，和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这1间房、2间房、3间房啊，它可不一样。这是柱子和柱子之间，这就叫1间。我看咱们这是卫生间是吗？这是我们主卧专属的卫生间。卫生间装修的还挺现代的。跟大家说呀，大杂院呢基本上是没有卫生间的。你像小时候，如果你要是住这种杂院的话，那只能用外面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夏天还好，冬天呢绝对是又黑又冷，非常的难受，而且洗澡也是件很不方便的事儿。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就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在夸我家厕所的时候啊，我想再提前先说说我们胡同里的厕所。其实呢，这2年呢，政府和街道的这个大力的推进下，它的卫生状况啊，真的是旧貌换新颜。我跟你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北京胡同里走出来的明星，其中有一个照片是王菲。对，这张照片很经典，对吧？对，往公共厕所走。对。所以我特别喜欢咱们这间卧室，它保留了整个建筑的原貌，但是呢，又很符合现代人的这种生活的习惯。那好，那咱们下一间看一看。好呀。好，走。来。那这个一定就是东厢房了。对，东厢房呢是我们的餐厅。我特别喜欢就这种紫红色的这么一个，现在算壁布吧。红色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色。我们现在所有周边配的家具呢，也都是传统的红木家具。周边的这个壁纸呢，用的是这种浅黄色。这种颜色呢不跳，而且呢在一起呢会很和谐。包括我们的灯光，营造出了这个氛围呢，客人们在这个屋里待了呢，也会觉得那种被尊重，对，被款待，被款待的感觉。我们杨芳姐姐总结的比我好，因为我现在感觉被款待了，是就差一桌饭菜了。安排在这个地方招待的朋友，一般都是很好的朋友，那种很知己的朋友，安安静静坐下来吃个饭，说说心里话，是这种感觉。那咱就差一个倒座房了。对了，这是做什么？进来看看就知道了。没有卖关子。这间咱们是改成了一间茶室，我看这个风格应该和中堂的设计风格是一样的。那您在设计这间房子的时候有什么难点呢？当时业主委托给我们来做整个屋的改造的时候啊，给我们提了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就是所有的屋子的梁柱这些木结构上是不允许我们打钉子的。现在这些所有的梁柱呢，都是原来的老物料。为了符合业主的要求呢，我们在上面做了点小小的改动。我们是围着这个房的檩子和它的下边的坊做了一个不锈钢的挂件，它的承重力是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院子选灯的时候呢，都要选这些自重比较轻。哎，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啊？哦，这是附近的鸽子的声音吧？是吗？这就是我们附近一个邻居家里养的鸽子。今天欢迎你来，它出来的有点早。北京人养鸽子是个传统。如果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小院儿，那真的是幸福死了。我就天天在这儿招待朋友，小院里坐着喝茶、吃东西、聊聊天儿。所以我们在改造这个院子的时候呢，秉持了这么一个原则吧，就是既要保持我们这个院子这种古朴的风貌，同时呢还要符合咱们现代人的一些生活的习惯。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院子，能更加认同咱们传统文化的回归吧。杨芳姐姐，我想问问你啊，看了很多的豪宅，今天呢也来到咱们这个小院儿。如果作为一个家来讲，您觉得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加适合我们呢？适合这个吧，我觉得还真的是因人而异。我可以拿我妈妈经常说的一个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小时候她住在四合院，下雨天她在连廊里听着雨声，然后摆个小桌子小椅子在那儿写作业，画面其实在她内心深处是很根深蒂固的。不管现在是住楼房也好，别墅也好，但是像这种的场景是给不了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甚至是就是北京人他的一种情怀。生活不管怎么转变啊，人们对家的理念，是永远都不会变化的。那么我想四合院呢，可能也是在这边更多的诠释了我们中国人对家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封闭起来之后呢，就是一个
家庭，其实不管是豪宅也好，四合院也罢吧，我们呢其实都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温馨的家。所以呢，在这个四合院我们看到了，就是保持了它的历史的前提下，然后子强设计师呢又做了很多的翻新，给了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四合院的空间。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记得点赞、转发和评论。我们下期再见。